夜兰殿倾尽家底，我把未婚夫萧承云一步步推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。接任大典刚过，他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当场悔婚，转头就去牵玉清派那朵白莲花的手。全江湖都搬好板凳，等着看钟离家大闹会场、身败名裂的笑话。我们全家连句狠话都没放，当场遣散天下第一的暗杀情报网，关起门来种地听曲。后来魔教卷土重来，寒煞蛊毒肆虐，萧承云那个草台班子被打得哭爹喊娘，他一路跪爬进泥水里磕头求救，这才弄明白一件事：整个江湖的规矩和命脉一直攥在我们这个天天摸鱼摆烂的家族手里。萧承云接任大典前夜，我坐在夜兰殿阁楼擦拭千丝飞针，底下递上来加紧密信：玉清派掌门千金柳芙若从江南回来了。我随手把信簪丢进炭盆，火舌一卷，烧成灰烬。次日清晨，盟主封钟鼓齐鸣，各路名门正派把大殿挤得水泄不通。我跟在母亲裴观澜身后落座主位，萧承云一身赤金玄衣，站在高台顶端，可谓意气风发。他身边立着个穿素白轻纱的娇弱女子，眼尾泛红，正是柳芙若。全场窃窃私语，百十道目光齐刷刷戳在我身上。萧承云从怀里摸出那枚我亲手雕刻的9眼天珠定情信物，他掌心内力一吐，咔嚓一声脆响，罕见的天珠碎成齑粉，顺着指缝洋洋洒洒落在脚边。夜兰殿行事狠辣，满手血腥。萧某身为正道表率，绝不与魔道同流合污。今日当着天下群雄的面，我宣布废除与钟离萧的婚约。夹杂着浑厚内力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，震得顶上的琉璃瓦嗡嗡作响。他转过身，深情款款牵起柳芙若的手。芙若才是我命中注定的盟主夫人。台下当场炸开锅，几个门派迫不及待出声叫好。好，刘门主，我支持你。我坐在劝椅里，眼皮都没抬。母亲裴观澜端起青瓷茶盏，吹了吹浮沫，冷笑出声，笑声不大，清清楚楚盖过了满堂喧哗。玉清派掌门夫人温秋娘从人群里挤上前，脸上挂着她那招牌式的慈悲笑意。裴妹妹，年轻人感情的事强求不得，承云和我们家芙若那是两情相悦，你们夜兰殿的手段大家心知肚明，承云念及旧情，还是愿意留你们一分颜面的。温秋娘走到近前，扯高了嗓门，不如让仙儿委屈一下，做个平妻，以后和和气气做一家人，我们玉清派也会多照应你们些。裴观澜搁下茶盏，理了理袖口金丝云纹，慢条斯理站起身。下一瞬，他抬腿就是一脚，面前那张价值千金的金丝楠木镜茶桌腾空飞起，在半空4分5裂。滚烫的茶水混着碎木屑，稀里哗啦洒在温秋娘脚边。温秋娘吓得尖叫，连退3步，险些跌倒。大殿内瞬间死寂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妹妹？拿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当宝，还想委屈我女儿？他声音清脆质的有声。我钟灵家的女儿就算招100个灭父，也轮不到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来恶心人。萧承云脸涨得铁青，指着我母亲怒喝：裴兰满，你放肆！今日是我接任盟主的大典，你敢在此撒野！我站起身，挡在我娘身前，盯着高台上那个我护了整整3年的男人。这大典的排场是我夜兰天涛真金白银办的，你身上穿的金丝软甲是我哥连夜赶制的，你脚下踩的盟主宝座是我爹提着刀一刀一刀帮你杀出来的。我吐字极慢，没有夜兰殿，你现在还在街头卖一讨饭。柳芙若听到这话，眼泪断了线，直往下掉。她紧紧攥着萧承云衣袖，身子摇摇欲坠。龙离姐姐，你怎么能这般羞辱云哥哥？这盟主之位是他靠真才实学赢回来的呀！夜兰殿仗势欺人惯了，真当整个江湖怕了你们？本盟主今日放话，从今往后正道容不下你们。没了盟主夫人的头衔，我看这天下谁还敢娶你这毒妇？我笑出了声，抬手拔下发髻上的夜兰殿少殿主玉簪，吧嗒，直接折成2段，随手丢在地上。既然这破烂横主你这么稀罕，你就抱着他溺在粪坑里吧。我转头扶住我娘的手臂。娘，戏看完了，走人。全天下门派齐聚的大殿，我们母女俩挺直脊背，大步跨出门槛，身后传来萧承云无能狂怒的咆哮。我连头都没回到钟离府，大门落锁，院子里传来一连串咳嗽声。退了。退了。他把锄头往墙角一扔，拿汗巾胡乱抹了把脸。我哥钟离鹤坐在游廊台阶上，手里捏着刻刀，专心致志削着一只木头鸟。退了。我点点头。裴观澜走到太师椅旁坐下，端起凉茶灌了一大口。那群伪君子还放话要封杀咱们，
钟离纵拍着大腿大笑，这几年天天熬夜杀人，老韩腿疼得整夜睡不着，现在总算能安生种大白菜了。为了给他研制解毒丹，我是要是的手脱皮。这烂摊子爱谁管谁管，我要闭门做木匠活了。看着他们3个毫无留恋的德行，我心里那块石头彻底落了地。萧成云只知道叶兰殿凶名在外，他根本摸不透叶兰殿真正的底牌。我爹是天下第一刺客，我娘是9州钱庄和曹帮背后的活财神，我哥是天下第一诡异兼机关大师。为了把他送上那个位置，我们全家收敛锋芒，硬生生把自己伪装成为了他干脏活的工具人。传令下去，叶兰殿即刻解散。我对着空无一人的院墙下达指令，暗处传来几声极轻的衣料摩擦声。800名暗影死士在这一刻彻底销声匿迹。既然他想踩着我们立威，干脆直接撤摊子，看看这个千疮百孔的破江湖，他一个人能扛几天？仅仅过了1天，萧成云就迫不及待下发了江湖封杀令，明令禁止任何门派与钟离家往来，紧接着强行接管了叶兰殿在西北和江南的防区与情报。我们连半句废话都没有，直接交出所有防区令牌。萧成云以为彻底拔出了钟离家的獠牙，立刻点将，任命柳福若的大哥去镇守西北魔教要冲，指派柳福若的二哥接管江南情报网，去查办一桩悬案。消息传回钟离府时，我们一家4口正围在院子里啃烤红薯。刘老大拿刀手都哆嗦，去西北对付那群疯子。江南那案子我也听过，专冲着活泼皮去的。果不其然，3天后，江湖上出了个惊天大笑话。柳家大哥在西北刚接手防务，半夜听见魔教余孽吹响鼓，当场尿了裤子，连夜丢下驻守的几百名弟子，骑着快马一口气逃回中原。柳家二哥去查江南悬案，在乱葬岗撞见一具活剥了皮的无头尸体，当场吓得疯疯癫癫，现在逢人就跪地磕头，嘴里嚷嚷着祖宗饶命。萧成云为了强压这桩丑闻，气得在大殿上砍碎了3把太师椅。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？各大茶楼的说书先生早把这事编成段子，天天不重样的讲。钟离家大门紧闭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这摆烂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坦。大半个月过去，柳家彻底沦为江湖笑柄。温秋娘为了挽回柳家掉地上的脸面，决定大办一场品鉴大会，广发英雄帖，请天下群雄齐聚玉清派，明面上切磋武艺，背地里就是想借柳福若盟主夫人的由头显摆威风。夫人，玉清派递了请帖。管家捏着张烫金帖子走进大厅，我爹连头都没抬，继续研究白菜叶子上的虫眼。裴观澜接过请帖扫了一眼，听说萧成云把原本属于你爹的名额直接赏给玉清派了。是。他看向我，我点点头。裴观澜把请帖往桌上重重一拍，一群井底之蛙真拿咱们当软柿子捏了。眼儿，换衣服，娘今天带你去开开眼，教教他们什么叫巷尾打鸡。品鉴大会当日，玉清派张灯结彩，各路名门女眷花枝招展，挤在观礼台上比穿戴。我和我娘故意磨蹭了半个时辰，跨进会场大门时，原本叽叽喳喳的观礼台瞬间鸦雀无声，无数道目光死死定在我们身上，那是震惊混着浓烈嫉妒的视线。我娘没穿平时方便动手的劲装，她披了件流光溢彩的南海娇绡，料子在日头底下折射出水波纹路，整个江湖找不出第二件。头上插了一整套极品血玉头面，红得滴血。我穿了深素雪绢丝长裙，腰间缀着龙眼大的夜明珠，母女俩往那儿一站，周围那些所谓名门千金的行头瞬间成了破铜烂铁。领路的玉清派弟子眼睛都直了。带路辛苦，赏。我娘随手从袖袋抓出一大把金叶子，直接塞进那弟子怀里，分量太重，砸得那弟子一个趔趄。那一把金叶子领玉清派普通弟子10年的月钱，全场齐刷刷倒抽冷气。平日里自诩清高的名门女眷们眼睛全红了。哟，这钟灵家不是被盟主封杀了吗？怎么还敢来丢人现眼？坐在前排的一个妇人阴阳怪气开口：“江南霹雳堂的堂主夫人，成天跟在温秋娘屁股后面献殷勤，一身铜臭味儿，把好好的品鉴大会搞得乌烟瘴气。”她翻了个白眼，满脸嫌恶。我娘停下脚步，转头盯着她。铜臭味。我娘走上前，直接端起桌上一盏滚烫的茶水，手腕猛地发力，砰的一声爆响。厚实的青瓷茶盏在我娘掌心生生被捏成粉末，滚烫的茶水混着碎瓷片，劈头盖脸糊了霹雳堂夫人一脸。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会场，全场女眷吓得乱作一团，纷纷起身躲避。我满身铜臭，也比你这种连剑桥都打不起补丁的穷酸货强。
你敢动手？怎么，你们霹雳堂穷的连这套破茶浴都赔不起了？霹雳堂夫人被那股毫不掩饰的杀气震慑，半张着嘴，再也发不出一个音。温秋娘在几个丫鬟簇拥下急匆匆赶来，穿着繁复的百鸟朝凤裙，端足了当家主母的架子。裴妹妹，这是做什么？好端端发这么大火气？她脸上堆着假笑，走到我娘跟前，刻意压低嗓音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程云取消你们的出战资格，也是为你们好。”温秋娘拿帕子按了按眼角：“你们家男人残废，儿子又疯了，哪还有能上台的人？我家那2个小子为了江湖大义，在西北和江南受了重伤，虽败犹荣。这名额给玉清派，实至名归。”看着他这副死皮赖脸炫耀的嘴脸，我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虽败犹荣，柳家大哥临阵脱逃，早该受3刀6洞的死罪。柳家二哥去逛青楼争风吃醋，被人打成了傻子。玉清派把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捧成英雄，真不嫌臊。你个贱丫头，胡咧咧什么？温秋娘正要发作，会场外突然传来凄厉的通报声。一个穿着盟主风服饰的信使连滚带爬冲进观礼台，信使扑通跪倒在地。西北防线彻底失守，柳大公子私自逃跑，魔教连破3座城池，百姓死伤无数。还有江南分舵来报，柳二公子根本不是长安遇袭，他是在烟雨楼跟人抢花魁，被人打傻的。2道惊雷结结实实劈在温秋娘脑门上，她死死瞪大眼睛：“你放屁！你胡说八道！千真万确呀，夫人！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。”温秋娘身子剧烈摇晃2下，指着天张大嘴巴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声，双眼一翻，当场气得口吐白沫，直挺挺砸在地上。会场瞬间大乱，丫鬟们尖叫着围上去掐人中。我和我娘稳稳当当走到主桌前落座，一人倒了一杯雨前龙井，慢条斯理品茶，欣赏够了这场鸡飞狗跳的闹剧。我娘站起身：“茶凉了，发苦。”我扶着她，母女俩在所有江湖人士惊恐又敬畏的目光注视下，从容离场。临跨出大门，我敏锐捕捉到角落里的一道视线，萧承云站在远处树荫下，死死盯着我们的背影，眼神怨毒。品鉴大会成了彻底的笑话，柳家兄弟的丑闻传遍五湖四海。萧承云为了安抚人心，被迫亲自派人去西北和江南镇压乱局。没了夜兰殿的情报网，他的手下成了没头苍蝇，到处乱撞。这段日子，江湖上接连爆出几起离奇命案，几位德高望重的小门派掌门一夜之间死在自己房里，死状凄惨，浑身干瘪，气血枯竭，对外统统宣称是练功走火入魔。某日深夜，我哥钟离鹤神色凝重迈进大厅，把沾满尸臭的羊皮手套扔进火盆烧毁。我爹停下擦锄头的动作，抬头看他。我偷偷去验过2具尸体。钟离鹤端起冷水洗手，声音冷得结冰。根本不是走火入魔，是失传100年的血煞魔功。我心脏猛地漏跳一拍。血煞魔功需要不断吸取高手的内力，一旦沾染，就会彻底变成尸血怪物。难怪萧苍云那么急着退婚解散夜兰殿，他怕暗影察觉到他在偷偷练着邪功。萧承云天资平平，为了坐稳位置，居然走了这条绝路。咱们先按兵不动，继续蛰伏，看看这个伪君子还能撑多久。传信给旧部，死死盯住盟主峰的一举一动。萧承云是在玩火自焚，咱们就静静看着，看他如何自取灭亡。他自己看着把这盘棋掀个底朝天。连日憋在府里，实在气闷。清晨，我戴上笠帽出门，打算去坊市淘几块雕刻用的奇石。我哥不放心，派了贴身暗卫小鱼跟着。小鱼是个清秀的聋哑丫头，轻功极高，一直隐在暗处。穿过西街一条偏僻窄巷时，浓烈的血腥味直冲鼻腔。巷子尽头，7、8个黑衣蒙面人把一个人死死堵在墙角。那人一身破旧白衣，单膝跪地，手里死死攥着把断了半截的黑铁中刀，血顺着肩膀一直淌到刀柄。臭要饭的，识相点把那玉佩交出来！盟主夫人看上的东西，你敢不给？又是柳福若的狗。柳家养的死士在外面强买强卖已经见怪不怪。那白衣男子抬起头，脸部线条冷硬，眼神透着被逼入绝境的饿狼般的杀气。他死死捂着怀里一个粗布包裹，一声不吭。领头死士见他不识抬举，挥手下令：捉了他，抢东西！几把钢刀齐刷刷朝要害劈去。那男子身受重伤，且脚部虚浮明显中了软筋散，终究寡不敌众。
背后被狠狠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血槽。男子闷哼一声，重重栽倒在地。我站在巷口，本来懒得多管闲事，一听是柳家的狗，火气噌的冒了上来。我抬手摘掉笠帽，从袖中抽出千丝飞针，手腕轻抖，3道银光快如闪电。正准备补刀的领头，死士惨叫一声，钢刀哐当落地，3根飞针精准封死他的死穴，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剩下的死士大惊失色，纷纷回头举刀对准我。什么人敢管玉清派的闲事？我踩着青石板走进巷子，冷眼看着这群废物，连本小姐都不认识，还敢在街上乱咬人。其中一个死士借着光看清我的脸，吓得双腿一软。玲玲大小姐，夜兰殿虽然没了，千丝飞针的活阎王名号早刻在江湖人的骨头缝里。我一脚踢开地上的钢刀，这人的命我买下了，滚回去告诉柳芙若，他要是不服，让他自己滚来钟离府找我。几个死士面面相觑，哪还敢放半个屁？架起那个被定住的领头人，连滚带爬逃出巷子。我转过身，看着倒在血泊里的白衣男子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警惕地盯着我。我刚要开口，他两眼一翻，轰然倒在脚边，怀里的粗布包裹散开，一枚残缺了一角的墨绿色玉佩掉了出来。看到玉佩的瞬间，我心口猛地一跳，那是我爹钟离送的东西。早年他走南闯北，从不离身，10年前莫名遗失了。我立刻打了个手势，暗处的小鱼现身，扛起昏迷的黑衣男子，跟着我迅速返回城外的隐秘别院。别院密室，我哥钟离鹤拿剪刀绞开男子沾满血污的白衣。我从未见过伤得这么重，就疤叠着心上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中了鹤顶红变种独家软金散，命真够硬，换别人早死透了。整整2个时辰的生死时速，这男人的命总算是保住了。我爹接到消息，连夜赶到别院。是恩人，鸟儿，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我震惊地看着我爹。爹，你认识他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10年前我去边关之间暗杀，被敌军3000精锐困在死谷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是他当年才13、14岁，带着一支黑铁阵把我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。我愣在原地，脑海里猛地翻出一段久远的记忆。10岁那年，我瞒着母亲偷偷跑去边关找爹，半路遇见暴风雪，躲进一处山洞。山洞里躺着个浑身是血、烧得滚烫的少年，洞外全是搜捕的敌兵。我撕了贴身帕子给他包扎，守了他整整1夜。第2天他醒来问了我的名字，人就消失了。我盯着床上这张冷硬的脸，渐渐和当年那个血衣少年重合。他叫楚金烈。3天后，楚金烈终于睁开眼，第一反应就是去摸身边的断刀，发现身处干净的客房，才稍稍卸下防备。我端着药丸走进去，他直勾勾盯着我，眼神里翻涌着情绪。又救了我一次。嗓音干哑劈裂，一句话直接把我定在原地。他认出我了，他知道当年山洞里的人是我。玉佩是你爹10年前留给我的信物，这次我来中原本想找他报谢，没成想路上被柳家那几条疯狗死死咬住了。我把药丸递过去。你到底是谁？柳家为什么要杀你？他没接话，仰脖一口干了苦涩的药汁。柳芙若要的不是玉佩，是玉佩背后的东西。他知道这东西跟塞外的势力有关。楚金烈抬起眼，目光如刀。焦成云暗中撕开了西北的防线，放了一批塞外死士进中原。他想借外敌之手除掉一己。我后背猛地窜起一股凉意。那个伪君子，为了盟主之位，竟然丧心病狂到勾结外敌。楚金烈伤还没好利索，第2天夜里就悄无声息地走了，连句告别都没留，只在桌上压了张纸条，4个字：寒煞蛊毒。我攥着纸条，立刻去找我爹和我哥。江湖上真正的腥风血雨马上就到。楚金烈走后不到半个月，江南和中原的几个大洲突然爆发了一种极其恐怖的瘟疫，感染的人起初只是手脚冰凉，不出几天血液凝固，皮肤变得僵硬发青，最后心脉冻结，活生生冻死在毒日头底下。这就是塞外阴毒无比的寒煞蛊。整个江湖彻底乱了套。萧承云为了压势，保全盟主威望，非但不组织大夫救人，反而下令把所有感染的平民和低阶弟子全赶出城，成千上万的人在荒山野岭哀嚎等死。柳家母女却在这场要命的灾难里嗅到了晶莹的铜臭味。温秋娘打听到，解寒煞蛊必须用极阳的药材中和，烈阳草、火灵芝。她彻底疯了，变卖了柳家全部田产，当了祖传首饰，甚至瞒着萧承云去黑市借了天价的印子钱，疯狂扫货，垄断了市面上所有极阳药材，反手把价格哄抬了10倍。一株几两银子的烈阳草直接标上了天价，无数百姓倾家荡产买不起药，眼睁睁看着亲人惨死。柳家药铺门槛天天被人磕头磕破。没钱就滚去死！
玉清派不养闲人。他坐在药铺后堂，拨弄着算盘，数着带血的银票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绝户买卖彻底踩到了我娘裴观澜的底线。发国难财，真当我们九州钱庄的人死绝了？传令九州钱庄所有分号，切断柳家一切生路。凡是与柳家做买卖的药商，一律停掉资金周转。这一手釜底抽薪，直接把柳家的后路掐断了。紧接着，我哥钟离鹤顶着俩黑眼圈从炼药房钻出来，手里捏着张写满字的药方，小鱼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黑漆漆药汁，根本用不着那些天价药材，最寻常的紫苏、桂枝，配上老尊叶熬水，辅以行气针法，这蛊毒我随手可破。我扫了一眼药方，原来全是漫山遍野最不值钱的贱草药，一文钱能拉一车的东西。柳家这回要赔到姥姥家了。我娘猛地站起身，当场调动曹帮几十艘大商船，短短一夜，成千上万吨的平替草药顺着水路运进各大灾区。城池中心广场搭起施针棚，叶兰殿旧部倾巢出动，药材不要钱，敞开了发。我亲自带人当街公开传授行气针法，原本被逼上绝路的百姓和江湖客瞬间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长队排成长龙，一碗热汤药灌下去，几根银针扎入穴位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僵硬发青的尸体就奇迹般的回了暖。5天，寒煞谷的恐慌被彻底压平，温秋娘囤的那堆几样药材彻底砸手里，成了一堆没用的干草，倒贴钱都没人要。柳家资金链当场断裂，跟风供货的药商把柳家大门都快砸烂了。黑市放银子钱的打手直接冲进柳家大宅，见东西就砸，扬言再不还钱就把柳家大哥的手脚卸下来喂狗。温秋娘魂都吓飞了，披头散发跑到盟主峰。我的亲闺女，快拿银子救救你大哥，柳家要亡了！柳福若为了在萧成云面前死保他那清高不染尘埃的皮囊，愣是连大门都没开，只打发了个粗使婆子出来传话。夫人说了，盟主府库空虚，没有余钱，老夫人自己想辙吧。温秋娘瘫坐在地上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天上砸下瓢泼大雨，求告无门。她跌跌撞撞，居然跑到城外钟离家的药棚跟前。我娘正站在棚底下指挥伙计搬药，温秋娘活个水鬼，冲上来指着我娘后头干嘛？裴观澜，你个黑心肝的毒妇，你故意设头算计我，你见不得柳家好，你这是绝我的活路啊！一边嚎一边伸手去掀熬药的桌子，我眼疾手快，抬腿一脚踹在她膝盖窝上，温秋娘惨叫一声，扑通跪砸在烂泥坑里。我娘居高临下睥睨着她，像看一条淋雨的丧家犬，眼神里找不出一星半点的怜悯。算计你，印子钱是你自己要借的，药价是你自己要涨。你趴在死人堆里吸血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报应会砸在自己头上？周围领药的百姓对着他指指点点，唾沫星子差点把他淹死。温秋娘脸色惨白，毫无血色，还在死鸭子嘴硬。我女儿是盟主夫人，你们敢这么作践我？你那好闺女连大门都不让你进，你还在这做千秋大梦。裴观澜一巴掌扯下她最后一块遮羞布，温秋娘气血倒涌，指着我们的手抖得像筛糠，喉咙里挤出极其难听的嘶鸣。我的钱，我的药材，怎么会这样？急火攻心，彻底疯癫致残了。下半辈子只能在街口要饭。寒煞谷一平，江湖稍稍喘了口气，可这短暂的宁静不过是暴风雨前最后的伪装。萧成云的血煞魔功彻底压不住了。深夜的盟主峰，时不时传出凄厉惨绝的嚎叫。寻常弟子的内力填不饱他的肚子，他需要绝顶高手的精血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萧成云彻底疯魔，他竟然主动大开中原最重要的要塞防线，引塞外敌军入境。借着战乱的名头，下发强行征召令，把各大门派掌门和精英弟子全数领去前线，准备在乱战中吸干他们。更绝的是，他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盟主诛杀令，罪名钟离家勾结魔教，暗中散播寒煞蛊毒，要求武林正道立刻围剿钟离府，纯粹的泼脏水。他真正的目的是铲我爹那深深不可测的百年修为。诛杀令下达的清晨，钟离府外已经被围得铁桶一般，各路贪婪的武林败类举着火把，提着刀剑，叫嚣着要踏平钟离家，瓜分家产，替天行道，诛杀魔教妖人，喊杀声震天响。府内一家4口坐在前厅，没人说话，只有棉布擦拭刀刃的沙沙声。我爹站起身，扯下那身破洞灰布衫，换上贴身黑色夜行衣，走到兵器架前，猛地抽出尘封10年的暗杀神兵，掠影双刺，双刺出鞘，杀气直冲房顶。
花白的头发无风自动，哪还有半点老寒腿的伟明呀？憋了这么些年，骨头缝都生锈了。我哥换了深胜雪的白衣，修长手指间夹着几颗见血封喉的毒药。今天教教他们，什么叫真正的诡异。大门被撞木砸得咣咣作响，木头不堪重负的碎裂声，轰隆一声，两扇包铁大门轰然倒塌。乌泱泱的人群举着刀剑涌进院子，前脚刚踏进门槛，我爹的身影已经从原地消失。下一瞬，冲在最前面的3个剑客，喉管齐刷刷爆开血花，连个音都没发出来，直挺挺栽倒。人群猛地一阵骚动。钟离宗，他不是废了吗？还没等他们回过神，我哥闲庭信步走入人群，白衣纤尘不染，双手随意一扬，一团极淡的粉色烟雾在空气中炸开，吸入烟雾的人脸瞬间扭曲变形，发疯似的抓挠自己的脖子，抠出大把大把的血肉。有毒！快退！前面的人吓得拼命往后缩，互相踩踏。我脚尖一点，跃上屋檐，居高临下看着这群乌合之众，双手翻飞，千丝飞针如暴雨倾盆，银线封死了所有退路，每一根针都精准钉进敌人的膝盖骨和手腕大穴。半炷香的功夫，几百号人全军覆没，满院子都是抱着腿打滚哀嚎的废物。我爹手腕一抖，甩干双刺上的血珠。就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上门讨死？我娘站在廊檐下，替我爹理了理衣领，动作快点，灶上还炖着排骨汤呢。边关战火烧透了半边天，塞外敌军以为防线大开，大举压境，准备直插中原腹地，却一头撞上了一堵黑色的铁壁，一支煞气冲天的重甲铁骑。为首的将领一身玄黑赤金重甲，手里提着柄煞气极重的长柄斩马刀，正是镇边王世子楚经烈。3万铁骑碾压过去，敌方先锋军瞬间溃不成军。楚经烈手起刀落，众将士听令，随本世子入关，肃清逆贼，平定江湖。战马嘶鸣，震碎云霄。我们一家3口杀上盟主峰时，大殿外早已血流成河。萧承云养的那些死士根本挡不住我们的摧枯拉朽，一脚踹开沉重的朱漆殿门。大殿里的景象令人作呕。萧承云功法反噬，已经彻底没了人样，双眼血红，披头散发，嘴角淌着腥臭的口水。见大势已去，他居然死死掐住了柳芙若的脖子。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，快把你的内力给我！他张开嘴，疯狂吸食柳芙若的精血。柳芙若吓破了胆，手脚乱蹬，求生欲作祟。他猛地拔下发髻上淬毒的金簪，拼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扎进萧承云的心窝。萧承云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，松开手，不可思议地盯着胸口的毒簪，又看向眼前这朵清纯无瑕的白月光。这贱人竟然敢杀我！你不死我就得死，你只害我！2个人倒在血泊里互相撕咬，污言秽语骂作一团。我站在门槛外，看着这场狗咬狗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殿外传来沉重的甲片撞击声，楚经烈拖着滴血的长刀，大步流星跨进殿内，满身铁血煞气，走到我身边并肩站定。萧承云看见楚经烈，吓得连连后退，撞翻了身后的龙椅。你是镇边王世子？楚经烈连个正眼都没给他，抬腿就是一脚，萧承云飞出10几米远，重重砸在盘龙柱上，骨头碎裂的闷响回荡在大殿里。楚经烈走上前，刀尖一挑，利索地废了他的手筋脚筋，彻底挑碎了丹田。把这废物连同这女人关进底下的寒冰地牢。声音没有半点温度，铁甲卫冲进来拖人，柳芙若疯了似的扑过来，死死抱住楚经烈的皮靴。世子饶命，我是被萧承云逼的，只要放了我，我什么都肯做。仰着那张楚楚可怜的脸，试图做最后的挣扎。楚经烈眼底透着嫌恶，反手一刀，直接削断了他齐腰的长发，一脚将人踹出门外。不可一世的盟主和他的白月光，彻底沦为地牢里的烂泥。盟主风一役，江湖大洗牌。当初那些落井下石的门派，天天在钟离府外排起长队，背着金条请罪。我爹门都没开，任由他们在暴雨里跪了3天3夜。夜兰殿没有重建。我爹说，种菜画花比抹脖子有意思多了。我娘继续铺开9州钱庄的摊子，彻底捏死了江南的商路。我哥和小鱼整天窝在药房研制解药。前几天，我哥终于憋红了脸，把雕了整整3个月的木头簪子插进了小鱼的头发里。喜事将近，我每天无所事事，不是在后院逗鸟，就是躺在摇椅上晒太阳。花好月圆夜，我提着一壶桂花酿，爬上阁楼屋顶独酌，风声一扫，
一道黑影悄无声息翻过墙头，稳稳落在我旁边，卸了那身杀气腾腾的重甲，换了身月白长衫，正是楚金烈，手里提着2包热腾腾的叫花鸡，收起了刀锋。那双眼睛里居然透出几分罕见的局促，我斜了他一眼，堂堂镇边王世子正门不走。雪飞贼翻墙，楚金烈把叫花鸡搁在瓦片上，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，里3层外3层剥开，一块泛黄发旧、边缘磨破的帕子，角落里歪歪扭扭绣着一朵云。10岁那年我留下的东西，脸颊很不争气地烫了起来。这东西我贴着心窝放了10年，从死人堆里往外爬的时候，全靠他给我叼着最后一口气。瑶儿，你可知我找了你多久？现在它破了，你是不是该赔我个新的？我被他盯得发慌，硬生生挪开视线。一块破布，世子爷还打算讹人不成？楚金烈往前逼了一步，带着夜风和极淡的竹叶香。我不讹帕子，我讹人。他开始念叨这些年的苦日子，说大仇得报，天下太平了，自己反倒成了个连家都没的孤家寡人。这个在千军万马前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现在蹲在我跟前卖惨。我明知道他一大半是在演西薄同情，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出息的软了。我抓起酒壶，给自己满了一杯，仰脖灌下。夜兰殿虽然关门了，我转过身，死死压住嘴角的笑意，但钟莹家也不差你多这一双筷子。楚金烈眼里猛地蹦出狂喜，从背后伸出手，不容拒绝地将我整个人圈进怀里。光添筷子哪够？温热的呼吸扫过耳廓，我要一纸婚书，3书6礼，万里红妆。月光如水，将2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褪去江湖的刀光剑影，挣脱世俗的规矩束缚。这天下总算迎来了真正的清风朗月。明天又是个能睡到日上3竿的好日子。